来吧，新玩具 DX9 mini 新出的这一款电脑怪杰郭文头领战士终于开启了，先把主角给做了出来。车型先来看一下效果吧，整体的感觉好像是人们所说乐高积木搭起来一样，方方块块的。轮胎这个地方也有涂装，塑料的轮子啊，推车的滚动性方面还是不错的。大枪搭载在车顶，可以拔下来。车型的还原度方面，其实也是碍于一些变形结构的限制啊，有些地方做的棱角很分明，而且颜色方面配的还可以啊。车窗的部位这里是用了蓝色的漆涂上去的，并没有使用透明的零件。驾驶舱可以扣起来，头雕这里有一些细节的点缀。虽然说是一个头顶小人，但毕竟尺寸放在这里啊，胳膊太短了就不能变形了。小腿一翻，变成郭文的脑袋。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款如何变形吧。首先，这一块车顶盖往后折叠一下，侧面这一片车门前方的一个燕尾锁扣拔开，上方这里有2个插着的槽，一起拔。然后注意根部这里的一个倒角，折过来90度。接着把后边的这个盖子往起拉。它和脚丫子下方有锁定的点，把这里抠开。腿部左右分开，把其中的一片假轮子180度先翻折出来，然后拉起来旋转180度，把这一片从里边归过来，再把这个侧面的假轮子180度旋正，放在这里。而真轮子呢，我们卷一下，再卷一下，把这里夹住。腿部搞定，做了一个真假轮的替换和车门板的里外包裹啊，这一块的变形结构设计让我想起来曾经他们家出的那个大比例的补天士啊，2条腿变形完成，这个结构还是非常巧妙的啊，而且变形步骤并不复杂。上半身这里，先把前方这里车头左右这里有一个插扣打开，然后把保险杠的部分双关节180度翻下来，然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其实这款车车头的地方结合的并不是很稳定，为啥呢？中间这里胳膊处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插扣，仅仅靠这2块左右对插的一个前方的，相当于保险杠的位置啊，靠这里来固定。然后上下锁定的时候呢，也仅仅是锁到了车顶，前方这里靠了一个燕尾锁子进行挂钩。所以这一块车头最后在密合的时候啊，你还需要调整这个位置的双关节，让这个缝隙90度夹角刚刚好落在这里。所以很多人我看网上面说这一款是巫师设计的作品啊，尤其这个东西的零件手感，这种尼龙的材质，还有这种燕尾锁了玩腿，很多人说这肯定是巫师设计。但是以我多年对于巫师的理解，还有对它设计的一些理解啊，这个我觉得绝对不是巫师的作品。因为啥？巫师做东西不会缺卡扣，有可能你会觉得巫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啊，卡扣太多了，你变形出来甚至有一些烦。但是缺卡扣这个事情，巫师是不会做的。他把一些东西锁的都很稳定，导致了很多玩家在，尤其以混天豹为主吧，他在变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有一些地方还变得挺麻烦的。你要密合的时候，扣那么多的扣子才能把它完全的稳定住。这也是巫师在这么多年来，尤其他开发出来这种新材料以后啊，自己琢磨出来的一套方案。它必须得用多卡扣来稳定这个尼龙料子的这种柔韧度。而这一回的郭文很明显缺了上半身缺了非常多的卡扣，这个巫师一般不会用这样的设计啊。好，我们边变形再边来聊。肩膀的部位旋转180度。往内卷，然后把胳膊的位置调整一下，拳头旋转到正确的方向。整个的上半身180度往下翻折，注意这里边有一个小的片儿，把它翻出来，顺着中间的这一根棍子，倒是尼龙的材质啊，韧性很好，扭也不容易断的那种。整体的折下去，这里会伸出一个凸扣来，把腰部放正。左右这里夹合，顺着里边的凹槽插好这一块，上边的这一块再翻下来，和这里进行一个锁定。
这样在里边这个棍子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夹合，稳定性就强起来了。后边的背包双关节再往上套，顺着这里2个扣子扣在肩膀上，再进行锁定，插的还是挺紧的。背后这里翻起一个盖子来，双关节再往下折，这里边的2个插扣和红色的面板再进行插合，压进去。上方这里的盖子翻下来锁住，把背包挂好。最后一步，头领战士咱们得整点仪式感，打开胸板 ，Head 2，脑袋往上一扣，胸板这里边也是一些涂装的刻画，能力数值条。那么好嘞，还是挺简单的一个过程。DX9 mini 的这一套电脑怪杰郭文，我们就变形完成了。可以看到，整个变形完成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人形的美型、可动性也都能保证。人形完成后，高度在11.5公分左右。确实，郭文的个头实际是不小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和擎天柱的身高差不多。人形态的美型度和还原程度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背后这里双层的驾驶室的位置折叠起来的车窗显得背包有一些大，所以它站立起来似乎会有一些后仰。但是你要把这个脚底这一块稍微的调整一下，它这一块毕竟是没有脚后跟的，所以重心要稍微往后调一点点，它才不至于后仰。这块缺脚后跟实在是挺碍眼的。来看一下细节。头部的造型细节刻画非常的漂亮，还原度也可以啊。360度旋转没有问题。它这一回插孔是一个方形的槽，旋转的轴放在了小人的脖子上边。胳膊平举，这个球碗的开口处能举到个40-50度吧。但是这里边还多设计了一个关节啊，从这里可以举高高。另外呢，也是因为这里边的轴存在，所以你的肩膀可以进行一些细的调整。上下活动一下来调整它的肩膀高度。然后挺奇怪的是，在大臂的2头肌上面，这里做了一个开口的球形关节，这胳膊从这个地方可以活动啊，嘿，挺怪的。所以再次感觉到这个不是巫师的作品，巫师设计不会用这个地方做球关这种方式。它的胳膊这里是一段转轴关节，可以折到135度左右。上面这里还可以进行一点点辅助旋转，左右顺着这个关节，手腕左右也是球形关节可以旋转，腰部360度旋转不会干涉，弯腰关节往前翻折大概30多度吧。裙甲侧面这里同样是假的轮胎，打开以后侧踢可以踢到个80度左右，前踢整裙甲连接90度没有问题。后踢这里会完全的锁死掉啊，只能折一点点。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膝盖这里是双段的关节，但是这个膝盖的穿轴看起来也是薄薄的，很细，并且折动的时候这里会明显的脱肉掉。小腿正反面里外包裹的这种设计感还是不错的，挺有趣的一个想法。左右可以接地，但是你需要往出拉一点点关节。这个接地的范围也并不大。那么整体来评价一下吧 ，DX9 mini 的这套郭文料子方面也是用了一种很韧的尼龙材质，所以可以放心的把玩，不容易折断，也不容易出现白痕这些风险。人形的还原度很好，在可动性方面也是该有的一些细节都有了。脚丫子缺了脚后跟和脚踝的可动范围小，是这一款很大的一硬伤。膝盖的位置也是感觉很纤细啊，在折动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脱肉的情况。变形结构方面还是挺好玩的，尤其腿部的一些设计，它侧面的2个车门折叠包裹下来，算是一个挺有想法的地方。上半身车头变形完成后，感觉很多地方缺了卡扣，就导致了最后你在调整过程中似乎捏起来松松散散的，一体稳定性并不是很好。也是在这款产品视频刚出来的时候，网上边看完了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巫师的一个作品啊。但是我们刚才也从各个方面的细节来看了一下，确实身上有一些很像是巫师的作品的元素。但是巫师做了这么多年产品了，起码不会犯这种缺卡扣的严重失误啊，还有这个脚后跟的支撑稳定性。所以我相信对巫师足够了解的玩家们也能看得出来，巫师是一个宁可多加零件多分件，也不愿意舍弃掉它结构稳定性的一个设计元素啊。
所以最后得出结论 ，DX9 mini 的郭文设计师为巫师这个说法辟谣。但整体来说，虽然身上有一些小毛病，但整体的一个完成度还是可以的。两个形态算是做的有模有样，在小比例的尺寸上面，人形的还原度也是非常高的。变形结构的想法还不错，上半身的里外藏胳膊和蛋卷式的下半身里外翻折，这些零件的运用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得嘞 ，DX9 mini 的这款郭文就是这样了。